今天我们来聊聊财务自由。当提到财务自由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目标遥不可及。曾经，互联网上流传着只要有100-200万存款就能实现财务自由的说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遍认为没有500-600万是无法过上舒适生活的。如今，情况变得更加离谱，很多人认为没有千万级别的现金，就别想安心地躺在家里享受生活。这种现象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存到几百上千万，所以干脆放弃对财务自由的追求，甚至选择负债生活，让生活质量越来越糟糕。我个人是认同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合理负债，活在当下的想法的。但是，放弃存钱和追求财务自由的态度，就像是一个学生因为自己没可能考到第1名而干脆放弃学习一样，显得有些无谓。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财务自由的基本观念。财务自由的定义是，一个人无需为了满足日常生活开销而努力工作的状态。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的资产产生的被动收入至少能够覆盖他的日常开支时，他就可以称之为财务自由。其实大部分人的收入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20年全国工作人口的收入中位数大约是每月2295元。如果以达到这个中位数为目标，假设通过银行保本理财产品获得4%的年收益，那么你需要有多少资金投入到这类理财产品中，才能达到这个中位收入水平呢？这个计算过程不仅揭示了财务自由的可行性，也提醒我们，即使目标看似遥远，通过合理规划和投资，财务自由仍是可能实现的。我希望通过这次分享，能够激励大家不要轻易放弃追求更好的财务状况，即使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挑战和困难。当我们谈论财务自由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实现财务自由所需的资金数额的讨论也在不断变化。从最初的100-200万，到现在普遍认为需要500-600万，甚至有人认为没有1000万级别的现金就无法安心享受生活。这种观念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觉得无法积攒到如此巨额的资金，而选择放弃追求财务自由，导致生活质量的不断下降。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财务自由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达到。以一个简单的计算为例，如果你有688500元存入银行，并且能够获得4%的年利率，那么每年仅凭银行的利息收入就已经超过了中国50%的工作人口的收入。这意味着，即使是较为中等的存款，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你实现财务自由，至少能够满足日常的基本开销。这个发现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月收入2295元可能被视为微不足道，但在中国的很多内陆乡镇和4、5线城市，这样的收入实际上非常普遍。在这些地方，月收入2-3千元足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那么，如果你有70万左右的存款，并选择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仅靠银行利息就可以过得很舒适。这不仅意味着你可以享受相对惬意的生活，而且你的本金仍然安全地存放在银行。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财务自由的含义和达成它的路径。财务自由并不一定要求我们拥有庞大的财富，而是要求我们能够智慧地管理现有的资产，使之能够满足我们的生活需求，从而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这一切都是从改变我们对财富和消费的态度开始的。所以，财务自由真的那么遥不可及吗？提出这样一个例子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重新认识资本的力量和价值。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有拥有巨额资金才能算作资本，而忽视了即使是小额资金也具有其价值和潜力。正如我在成都的朋友所感叹的那样，他每个月辛苦工作赚取的收入，竟然不过是别人将200多万存入银行所获得的无风险利息。这种情况生动地展示了资本的力量。事实上，如果你有几百万的资金，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高净值客户专属理财产品，你能够获得的资本收益率通常高于普通人。这也意味着，理论上，你的资金越多，
你获得的资本收益也越高。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即便是70-80万或100万，这也是一笔巨大的金额。通过合理的理财规划，即使是这样的资金规模，也有可能实现财务自由。财务自由的关键并不在于你需要拥有多少钱，而在于你如何管理和增值这些钱。如果我们将财务自由的标准从每月1万元的月收入降低到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比如成都的收入中位数大约5000元，那么你可能只需要100到150万左右的低风险投资收益就能覆盖这个数额。这意味着，通过合理的财务规划和投资，财务自由并非不可实现的梦想。最终，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和利用资本的力量，以及我们是否愿意采取行动去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通过智慧地管理我们的资金，即使是普通人也能逐步走向财务自由的道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的月薪可能介于4000到5000元之间。如果将财务自由的目标设定为每月能覆盖4000元的生活费用，那么这个目标的资金需求可能降至大约100万左右。我分析了一个人在租房生活的情况下，2000元的月薪在成都就足以维持生活，而2500到3000元则可以确保生活品质，不用担心基本的吃穿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将生活标准降低到不愁吃穿的2500元水平，仅需要大约70-80万的低风险投资收益就可以覆盖这一开销。拥有这样一笔资金的人，在成都这样的城市里，实际上可以非常舒适的生活。成都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与大多数2、3线城市相似，2500元可以用于覆盖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成本，包括700元的房租和1000元的餐饮费用。如果自己做饭，开支会更低，还能剩下至少800元用于其他开支。这说明实现财务自由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然而，对于很多依靠工资收入的普通人来说，积累60-70万的资金仍然是一个挑战。考虑到许多人的父母一辈子辛勤工作，可能也只能积累到50-60万的现金总额。因此，我们不应该忽视每一分钱的价值。每一分钱都是向财务自由迈进的一步。如果想实现租房无压力的生活，你的目标应该是通过银行的保本理财收益来覆盖你的房租。很多人的房租实际上只需要20万到30万的理财收益就可以完全覆盖。如果你达到了这个水平，理论上就相当于免费租房了，因为你银行里的本金仍然完好无损，而你的房租是通过这些钱产生的利息支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在租房这一方面实现了财务自由。所以，能否实现财务自由，并不仅仅取决于你存了多少钱。如果我们只关注存款的总额，那些网上宣传需要几百上千万才能舒适生活的观点，就会让很多人感到望而却步。实际上，通过合理规划和投资，即使是相对较小的资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实现财务自由的目标。对于许多人来说，对年薪的考虑可能会引发焦虑，尤其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收入远远无法满足理想中的财务自由标准时。然而，财务自由的概念应该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来定义，它关乎于理解和接受自己的生活成本，无论是2000、3000元还是5000、1万元，每个人的财务自由标准都是不同的。如果你的存款和资本收益率无法完全覆盖你的最低生活水平，那么覆盖多少就算多少，哪怕只能覆盖1/3或1/2的生活费用，你也可以说自己实现了部分财务自由。这并不是自我安慰，而是一种积极面对现实、逐步改善财务状况的态度。重要的是，不要因为金额不大就放弃存钱的努力。每一分钱的积累都是重要的，它们能够产生利息，哪怕是微小的利息，也在减轻你的财务压力。以我为例，我通过使用信用卡等工具进行日常消费，同时将所有现金投入各种理财产品中，让我的资金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产生收益。当我需要还信用卡时，我会从灵活的理财产品中取出相应的金额。这样，我实际上是在利用金融机构的无息资金，而我的现金则不断产生利息。这种财务意识一旦形成，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能感受到即使是微小资本的利益，
并逐渐对存钱产生上瘾的感觉。看着账户余额逐渐增加，并且能实现钱生钱的效果，会激励你存入更多的资金。最终，当你发现存款的利息足以覆盖你的房租，甚至是日常生活开支时，你就已经在实现财务自由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所以，对于财务自由，关键不在于你拥有多少钱，而在于你如何管理和增值你的资金。通过合理的消费和理财规划，即使是普通人也能逐步向财务自由迈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学会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同时，为未来的自由和从容做出计划和准备。一旦你决定开始储蓄，培养一个良好的消费观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日常的衣食住行等基本开销，只要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就没有必要对自己过于苛刻。适当的消费不仅不会影响你的财务计划，还能为生活带来乐趣和满足感。然而，面对大额消费时，你需要仔细思考这笔开销是否真正值得。区分这是一项负债型消费还是资产型消费至关重要。以购车为例，如果购买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比如用于运营滴滴，那么这可能是一项资产型消费。但如果仅仅是为了日常出行的便利，那么这辆车很可能变成一项持续贬值的负债。除了购车成本外，还需要承担油费、保险费、停车费等一系列额外开销。对于资金状况并不宽裕的人来说，购车无疑是一个财务负担。类似的资金泥潭在生活中还有很多，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中逐渐为大家揭晓。许多朋友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倾向于推崇持有现金的理财方式，而不是基于投资如房产等固定资产。现金的优势在于，它可以随时为你带来实际的收益，减轻你的生活压力。相比之下，房产即便价值上升，也仅仅是账面上的增值。除非你选择出售房产，否则这些增值对日常生活并无实质性帮助。持有现金，你可以依靠每月的利息收益舒适生活，而持有同等价值的房产，你可能仍需要为下月的房贷而劳碌。这两种生活状态值得我们深思。财务自由实际上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遥不可及。事实上，从你开始存钱并从中获得收益的那一刻起，每一分钱都在为你朝向财务自由的目标铺路。无论是小到20-30万能够覆盖的房租，还是大到60-70万可以覆盖3-4线城市平均收入的资金，亦或是100-200万能够覆盖大城市中位收入，乃至200-300万覆盖一个中产收入的金额，每一步都代表着向财务自由迈进的可能。财务自由对每个人来说都可以是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通过合理规划和投资，即使是实现部分财务自由，也绝非天方夜谭。这一路上，关键在于坚持和智慧地管理自己的财务。我相信，在这3年的特殊时期后，很多人对金钱的态度和消费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曾经，我们可能追求物质享受，期待双11大促时的疯狂购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在银行账户数字增长带来的安全感，而不是物质消费的短暂快乐。特别是戴了3年口罩之后，见证了太多财务问题的人，让我深刻感受到，任何物质享受都难以真正触动我，唯有银行卡里增长的数字才是我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当双11快到来时，我发现自己实际上并不需要买任何东西，我的衣服和鞋子还可以穿，日用品也都在平时逐渐购买。我询问周围的人，发现大多数人也没有明确的购物计划，这种消费氛围与几年前熬夜抢购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经过这几年的艰难时期，很多人开始自觉的理性消费，到了即使在降息也刺激不动的地步。这种变化虽然是在困难中诞生，但实际上对改变大众的消费习惯来说是一件好事。越来越多的人在进行大额消费，甚至是人生大事的决策时，都会更加深入地考虑自己的真实经济能力。这种观念的转变，让很多人避免了被债务拖入深渊的危险。从长远来看，这无疑是对个人乃至经济都有利的发展。然而，仍有一部分人虽然收入不错，生活消费也算理性，但就是没能存下什么钱。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陷入了所谓的财务内耗。财务内耗是指由于不合理的消费决策，导致资金被不必要的开销所消耗，最终无法为自己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增长。比如说，你新买的车子，这辆车因为保险费、保养费、停车费等各种支出，成为了一个财务黑洞。而这些本可以用来投资理财获得收益的资金，最终却因为一时的决定而被束缚。这个时代教会了我们，理性消费、合理理财是达到财务自由的必经之路。我们应该从每一次消费决策中学习，避免不必要的财务内耗，让每一分钱都为我们的财务自由目标努力。我们总是被各种折扣和优惠所吸引，却很少停下来思考，这些消费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吗？在经历了3年疫情的洗礼后，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观念，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发现，那些曾经让我心动的物质享受，如今已经无法触动我的心弦。相反，银行卡里数字的增长，才是给我带来最大安全感的来源。现在，我们更倾向于精打细算，只购买真正需要的物品。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虽然是在疫情的逼迫下发生的，但却是一件好事。它让我们从盲目的消费主义中醒悟过来，开始理性地规划自己的财务，避免不必要的财务内耗。财务内耗就像我家买的那辆车一样，原本以为会带来便利和舒适，却成了每年固定的财务负担。相比之下，我开始意识到，合理规划和投资财富，让每一分钱都发挥其价值，才是真正的理财之道。因此，我想通过这段分享，鼓励大家在未来的消费中更加注重理性和价值，避免那些看似节省实则造成更大财务损失的消费陷阱。让我们一起学会珍惜每一分钱，用它们为我们的财务自由之路铺砖加瓦。最后，希望这段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让我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也能够为自己的未来财务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消费时代，我们每天都在与各种折扣和优惠活动做斗争。有时候，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9块9的纸巾优惠，竟然能成为我们一整天精神上的负担。这种情况已经超出了财务内耗的范畴，演变成了精神内耗。就像我的一个粉丝所经历的那样，为了不浪费一张满100减20的优惠券，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寻找自己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最终不仅没有感到开心，反而感到一种被迫的无奈。这种由于优惠而产生的购物行为，往往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节省，反而可能导致更多的开销和精神负担。商家利用我们害怕损失的心理，制造出一种看似节省实则浪费的消费陷阱。这种陷阱不仅损害了我们的财务健康，更加剧了我们的精神负担。而真正的节省，其实来自于对自己真实需求的理解和控制，而不是盲目追求每一次看似的省钱机会。在面对各种优惠和折扣时，我们应该坚持只买刚需的原则，避免被不必要的消费所吸引。这样，我们不仅能够真正节省下来，还能保持心理的平静和满足。此外，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财富的时间价值，将资金用于无谓的消费，而不是投资或储蓄，同样是一种财务内耗。即使是小额资金，也应该通过合理的渠道进行增值，而不是任其闲置。总之，避免财务和精神内耗的关键，在于坚持理性消费，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清晰的认识和规划。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财务健康，还能在消费的海洋中保持一份清醒和自主。希望这段分享能够激发大家对于消费和财务管理的新思考，让我们一起向着更加理性和自由的生活迈进。在这个光鲜亮丽的表面下，很多人的生活实则充满了挑战和困难。物质的积累，尤其是那些依赖负债而来的，其实并不能真正带给我们安全感或底气。当看到别人展示他们的物质财富时，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冰山一角，而未见其背后可能潜藏的经济负担。特别在这几年经济形势不那么乐观的背景下，很多人开始对未来感到迷茫，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应该如何选择。但如果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们需要确保自己的经济基础稳固，
只有经济独立，才能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所以，如果你现在感到人生没有明确的目标，不妨将精力集中在提高自己的经济能力上。在经济低谷中，往往蕴藏着翻身的机会。现在努力积累的每一分钱，都将成为你未来改变命运的重要资本。从现在起，摆脱财务内耗的困扰，即使面临困难和挑战，也要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数字稳步增长。这些数字不仅代表着你的财务健康，更是你最坚实的安全感来源。相信有一天，你也能实现财务自由，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让我们一起迎接未来的机遇，步步为营，早日实现财务自由。关注我，我是财指导，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